经过了前3节课的内容呢，我们已经基本知道了一些建模的10大操作工具和一些常用的修改器。但是建模这个东西哈，就是你光会用工具其实没什么用，你需要建模思维。那建模思维怎么来呢？那就只能是自己去多建模了。本节课呢，我们来一场建模马拉松，就是纯建模。我们会把这些模型全部建一遍，这些模型正好也是我们场景里面需要的模型。然后我们顺便呢再学2个新的修改器，一个是缩果修改器，一个是简易形变修改器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打开 Blender，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，我们就用这个立方体吧。然后呢，我们 Ctrl S， 然后把它保存到一个地方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先保存。好，取个名字，建模马拉松，然后把它保存下来。大家一定要养成那种 Ctrl S 的习惯啊。相对来说 ，Blender 其实不太容易崩，但是它也会崩。好，我们先给它添加一个修改器，然后这边添加一个表面细分修改器，然后它视图里面默认是1哈，我们把它加一下，加上2。好，就用这样的一个原型来做我们的蘑菇。我们先 Tab 进入编辑模式。好，我们切换到正视图，我们把下面这个稍微拉大一点。这个不行哈，因为它现在不是透视模式，所以我只选了一边，对吧？你可以按着 Z 进入那个线框模式，这是线框模式啊 ，Ctrl Z 撤销。你或者用 Alt Z 进入这个透视模式，也是一样的哈。我比较喜欢用 Alt Z 这个透视模式。好，把稍微拉的宽一点下面，然后我们 Ctrl R， 给它卡一条线，就循环切割。好，我们3切换到面模式，我们选择最下面这个面。有时候你透视模式不太好选，你就 Alt Z 把它切换回原来的模式。然后我们 I 向内挤出，这个挤的可能稍微有一点小啊，我们 S 把它稍微拉大一点 ，OK， 不要太小。然后我们再挤一下 ，I 再挤一下，然后再 G 把它往上拉。Alt Z 透视模式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哈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小蘑菇的小雨伞嘛。好，接下来正视图哈，我们 Ctrl R 在这边再切一刀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往下走一点，然后把它稍微 S 稍微缩小一点，把上面这个稍微改窄一点，然后把这根线呢稍微选中，然后把它稍微提一点，往上拉大一点，这样的话，这有一个这样的形状 ，OK。好，这个蘑菇这个雨伞我们就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可以 Tab 退出这个编辑模式。好，这个面可能有点小，不够光滑，你可以把这个视图这边这个细分稍微调大一点。然后平滑着色看一下，确实是需要3，这样看起来会好很多。对，就 Alt Z 是切换透视模式和正常模式的哈，这个有时候我不会每个都强调，大家知道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双击这个立方体，给它改一个名儿哈，蘑菇。好，我们选中这个蘑菇头，然后 H 把它害掉。你可以点击这个小眼睛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蘑菇的这个杆儿，然后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柱体，然后把这边的这个细分从32改到12。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深度稍微拉长一点，然后给它稍微改细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它添加一个表面细分修改器，你可以到这边去添加表面细分修改器，或者说有一个另外的方法更快一点，就是 Ctrl 2，你可以直接给它添加一个那个细分为2的这个表面细分修改器。好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之后呢，我们可以 Ctrl R 在这边拉一条线，卡条线，然后再 Ctrl R 把它给卡条线，这样才像一个蘑菇的杆嘛。好 ，Alt Z 进入透视模式，选中下面这几个面，然后 S 把它拉大一点，然后上面给它稍微拉小一点。好 ，Alt Z， 然后右键平滑着色。好，我给它细分稍微调大一点哈，这样看起来更光滑。好，我们选中这个蘑菇头、蘑菇杆的下面这个面啊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3切换到面模式，选择这个面，然后给它向内挤出来一个小点的面，然后把它往下拉一点，这样的话可以营造出那蘑菇的杆下面那个圆嘟嘟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给它起个名字，蘑菇杆。你用拼音也好，用英文也好，反正我不建议你用中文去命名哈，因为你切换输入法会经常造成你的那个快捷键失灵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蘑菇头显示出来 ，G 把它往上挪一下。好，可以 S 把这个蘑菇杆稍微缩小一点，这样看起来更搭配一些。为了方便缩放，我们把这个圆点挪到这个蘑菇杆的底部。你可以选择这边选项的仅移动圆点，或者呢，你可以进入编辑模式，把你整个的这个模型往上面移。圆点就是那个小黄点啊，然后 Tab 退出，再把这个往上移。OK， 再做类似于树啊、植物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习惯把圆点放在它的最底部，这样的话你做动画呀，还有缩放的时候会方便很多。我们先把这个蘑菇头暂时隐藏掉，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把这个蘑菇杆给掰弯。我们来学习一个新的修改器，叫简易形变修改器。我们选择这个蘑菇杆，然后选择这个简易形变修改器。好，你会发现它马上就形变了。好，它这边有4个那个选项哈，扭曲、弯曲、追画和拉伸。你可以看看，我们需要的是弯曲，然后它这边可以选择它的轴，比如说现在是 X 轴，它就绕着 X 轴弯，然后 Y 轴是绕着 Y 轴弯。
这个是不是很好理解？Z 轴因为是你柱子的方向嘛，所以说你看起来会很奇怪一点。剪阴形变默认弯曲的这个轴心点呢，就是它的原点。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们要移动这个原点的位置，就是因为我刚才已经考虑到了它要绕着它的底部去弯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锥化。锥化的话，你要看看它是绕着那个轴锥化。比如说 Z 轴正好跟柱子是一样，那你就看起来这个锥化就很，顾名思义就很锥化，对吧？好，其他的按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是什么样子的哈，我就不讲了。然后我想讲的就是说，这个剪阴形变这些修改器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，我们可以再叠加一个剪阴形变，比如说 Shift D， 我复制一个吧。好，上面这个呢，我就让它控制它的锥化程度，然后呢，下面这个呢，我就让它绕着这个 Y 轴去弯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蘑菇头显示出来，然后给它 R 旋转一下，然后这个蘑菇的大概形状我们就做好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蘑菇头让它稍微变大一点啊，这样看起来比例会更好看一点。好，我在物体模式下对它进行了缩放，所以说我们可以 N 看一下，这里的缩放已经是 0.76 了。好，在这里我要对大家提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教程在这个地方它强调的还不够。这个要求分成2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你尽量不要在物体模式下缩放，尽量在编辑模式下再去做缩放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假如你在物体模式下缩放，就像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样子，你要应用一下缩放。你先不要问为什么，后面我会专门去讲这个问题，你先按照这个要求来做。就刚才我们在物体模式下对这个蘑菇头进行缩放，你看它已经缩放到了这个放大到了 1.236 倍，然后这个呢缩小到了 0.761 倍，所以说我们要应用一下缩放。怎么应用呢？ Ctrl A 应用一下缩放， Ctrl A 应用一下缩放，你会发现你应用之后呢，这个缩放的这个 N 这里面这个缩放值就是1了。这个操作被很多学Blender的人不理解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迷之操作就行了。下堂课我们来讲讲为什么，因为很多人可能学了很久，他也知道要这样做，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这个蘑菇的主要外形我们做好了，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集合，然后把这2个蘑菇的模型放进去，改个名字。好，直接拖进去就好。好，接下来我想让这个蘑菇杆跟着这个蘑菇头走，所以呢，我要做一个父子级的关系。我怎么做呢？我先选择这个蘑菇杆，让它当一下儿子，然后我再按着 Shift 选择他的爸爸，就是这个蘑菇头，然后再 Ctrl P 设置附近目标，选择物体。那这样呢，你看这个蘑菇头就可以拉着这个蘑菇杆走了，然后这个蘑菇杆就会藏在这个蘑菇头下面。所以蘑菇头是父级，这个杆是子级。你看移动这个父级，它可以子级会跟着走；移动这个子级呢，它就不会影响到父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蘑菇上面这个小点点，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蘑菇先隐藏掉，不对，我把这个立方体建在这个蘑菇这个包里面去，把它拉上来啊。好，把这个给关掉。好，我们来给它 Ctrl R 加一个表面细分。好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 S 在 Z 方向上把它压扁。好，我们进入3面模式，选择最下面这个面，然后给它加一个倒角 ，Ctrl B 拉一个倒角出来。好，我们选择上面这个面，把它缩小一点，让它稍微鼓一点，把它稍微往上抬一点。OK， 接下来我们退出这个编辑模式，我们把这个小圆盘，细分增多一点，然后右键平滑着色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蘑菇打开隐藏，然后把这个小圆盘缩小一点，然后我们把它移到这个蘑菇上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演示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操作，就是面吸附。好，这个圆盘刚才我们缩放了啊，我们 Ctrl A 应用一下缩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 N， 你看这边是1对吧？没有问题 ，N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磁铁打开，然后这个菜单里面我们选择面投射。好，我们勾选这个旋转对齐目标和这个独立元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移动这个小圆盘了，它就会自动吸附到咱们这个面上。好，我们按着 G， 你会发现，这个圆盘就像好像有磁铁一样，它会绕着这个面的角度，然后去吸附在上面。你可以 Shift D 哈，然后复制几个，你会发现，它就会自动的很贴合的吸附在这个面上，这就是面吸附的作用啊，这是一个常用的操作。好，我们 Shift D 多复制几个啊。好，我们 Shift 把刚才我们做的这几个立方体小点点，把它集中放在一个小包里面，这样看起来会整齐一些。好，我们新建一个 Collection Dots， 然后把这个立方体移进去，然后把这个 Dots 移到这个蘑菇下面。好，咱们这个蘑菇模型就做完了。通过这个蘑菇模型呢，我们复习了一些旧的知识，然后我们学了2个新东西，一个叫吸附，一个叫剪阴形变修改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下一个模型树桩。好，我们新建一个圆柱体，把细分改到12，然后切换到正视图，然后 Tab SZ 把它拉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 Ctrl R 循环切割，给它切4刀。好，切换到正视图 Alt Z 透视模式，选择最下面这一排，然后把它拉大。好，我们选择上面这个面哈，透视模式下选择上面这个面不太好选择，你可以 Alt Z 先退出一下，然
然后再选择上面这个面，然后 I 向内挤出，然后再 E 向下。哎，你会发现你这个地方挤歪了，怎么回事？因为你上面这个吸附忘记关了，所以你在建模的时候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看看自己吸附有没有关哈。然后 E 向下挤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选择这边的4个面，然后我们 I 向内挤出一个小的正方形。然后我们上次不是装了一个插件 Loop Tool 嘛，把这个插件打开，把它变成一个圆环。然后我们切换到正视图，然后 E 把它挤出来，这样就挤出来一个分支支压出来。R 旋转，然后 S 把它缩小。我们在这边给它先加一个表面细分啊，让光滑一点。好，这个是加过表面细分的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 Ctrl R 在这边切一刀，让它这边不要太光滑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细分稍微调高一点，现在是1，把它调2啊。好，这样看起来光滑很多。然后我们选择底面这个面哈，3，然后面模式，然后 I 给它向内挤出，它这样就平坦了嘛。好，这边也还是有点光滑的，这边再 Ctrl R 卡一条线。然后我们再来选择这边的面啊，3选择这边面，然后E 挤出一个小腿出来。好，这旁边这几个我们稍微给它稍微挤一点哈，让它看起来稍微自然一点。就是这种树桩的根系嘛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拉的不要那么规则。你还可以把这边的这个叫衰减编辑给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你会发现滑动滚轮你可以有一个圆环，可以控制你的这个衰减的范围。比如说我现在把圆环拉这么大，那你影响面就大了嘛，对吧？对，我稍微小一点，稍微让它旁边出来一点点，然后再E挤出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衰减面积给关掉了。好，这个树桩的大致的形状我们就已经做好了。好，把这边再稍微拖出来一个，然后这样看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。大家可以发现哈，就是你下面这个地方不平，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拉平呢？好，我们先 Alt Z 切换到这个透视模式，把下面这所有的点选中，然后进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正视图。好，我们想把这些点全部都拉平，怎么拉呢？现在它是垂直于这个 Z 轴的，你就 SZ0， 你看它就全部都归成一条直线了。这个是一个快速的方法啊。就是你垂直于哪条线，你就以哪条线为轴，就 SZ0。好，我们这边 Ctrl R 给它卡条线，让稍微再平一点啊。好，这个模型做好之后，我们右键把它平滑着色。接下来我们来做苔藓，我们先把这个修改器应用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我们 Alt Z 把它切换到透视模式，我们选择最上面这几排的点，然后我们 Shift D 复制并移动，然后右键撤销移动，然后归回原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 P。然后我们可以分离选中项，像刚才我们就是选中那个部分呢，就会被分离出来了，它就会独立成一个新的模型。好，我们选择苔藓这个部分，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 G 把它往下拉，这个衰减先把它关掉啊。这边看的有点不清楚，我们 Ctrl Z 撤销。我们可以点击这边，你看现在目前默认的是材质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选择随机，它会随机给它2种不同的颜色，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按照 G 去移动就可以了。好，你点击这个下来菜单，其实这边有很多可以预览，就是你在建模时候预览的这个材质啊，比如说这种颜色，还有这种颜色，还有这种，这边还有平展，就是没有这种光照的平展。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随机吧，这个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方便我们建模。不同的颜色嘛。好，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实体化修改器，给它一个苔藓加一个厚度。好，这边阴影有点奇怪哈，我可以右键平指着色，然后看起来稍微清楚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加一个厚度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，调一下这个偏移量跟这个厚度，看看是不是想要的样子。比如说你这个就很奇怪对吧？你就调了这个 0.03 吧。好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选择一个点，然后我们把它往下拉 ，G 往下拉。我们把这个衰减编辑打开哈，这样的话拉的均匀一点，会不是单独拉一个点了。好，你看，对吧？你可以滑动滚轮，然后控制它的这个范围。我们给它添加一个表面细分，这样圆滑一点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多拉几个点哈，就你拉的时候其实按 G 嘛，然后你按一下 Z， 让它朝着 Z 方向拉，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拉偏嘛。好，这一块我就快进了哈，反正就拉一圈，然后拉出来一个你自己觉得差不多的一个波浪形就行了，就看得自然一点。好，这个树桩的模型我们就先做到这里就做完了。我们给它新建一个 collection， 然后命名树桩，然后把这2个模型放进去。树桩这个模型呢，主要想让大家去学一下分离和这个衰减编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第3个模型，就是一朵花。这个花的模型呢，我们会用到一个新的工具，叫旋绕工具。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旋绕工具。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平面，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这个就是旋绕工具。我们点一下，
你看它会出现一个蓝色的小弧线，这个蓝色的小弧线其实就是旋绕轴，你还可以切换到 X 轴和 Y 轴，它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好，大家要记住啊，就是你在 Blender 里面遇到的所有旋绕啊、扭曲啊、还有弯曲啊这种工具，你一定要考虑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绕着哪个点旋绕。好，我们点一下这个绿色的圈，然后像这样一拉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就绕着这个 Y 轴旋绕，然后这个中心点呢，就是它的游标。你可以调一下它这个旋绕工具这个中心的这个坐标，你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可以把它 Y 轴往这边挪一下，或者说你直接拿这个小绿箭头也是可以移动它的这个旋绕中心点的。好，我们 Ctrl+Z 撤销啊。好，我们切换到正视图，然后我们 Shift 加鼠标右键把游标移动到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再拉动这个小圆点，你会发现，它就绕着这个游标去旋绕的。你可以在这边调节它这个旋绕的角度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调个-90，它就正好是一个半圆，对不对？你还可以调节它这个步数，现在是默认12，你可以把它调少一点。对，你长按这个游标工具下面其实还有一个旋绕复制，它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两个工具是一样哈，只是你可以在这边勾选一个使用副本，勾选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就会断开，它会变成6个单独的这种正方形。它默认是绕着游标旋转的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移动它的这个中心点，你可以通过移动这个箭头去控制它这个中心点上下呀、左右的关系。这些中心点呀、步数呀，还有这些轴向啊，你在刚刚新建的时候都是可以改的，只要你鼠标不要乱点到空白的地方，你一点的话呢，它这个外形就固定了，然后你得重新来。好，比如说我把鼠标点一下空白地方，这个就消失了。然后你再去拉的话，它就我把它选中这两个边哈，你再像这样拉的话，你看它是在你原来基础上新建了个旋绕。好，这是旋绕工具，我们先 Ctrl+Z 撤销。我们说一下这两个加号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点一下这个加号，你会发现，它就是自动旋绕一圈6个，你可以改这个，对吧？一个上面一个加号跟下面一个加号，一个是顺时针，一个是逆时针啊，其实区别没那么大。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你要改变这个旋绕的这个角度的时候，你要鼠标点在这个白线上，你才能改变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旋绕工具来做一朵小花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给删掉，我们新建一个平面。你先 Shift 加 C 把这个游标集中到这个世界中心哈，然后再 Shift A 新建一个平面，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7切换到顶视图 ，Ctrl R 切2道，然后 A 全选，然后 S 绕着 Y 方向把它拉扁。好，我们这个衰减编辑刚才忘记关了，好，把它关掉，不然影响你做图。然后给它添加一个表面细分的修改器，然后给它这个细分改成2，然后把这个地方拉小一点，然后把这边也给拉小一点，然后做出来一朵花瓣的形状。然后 A 全选，然后 GX 把它挪到这边，这个主要是为了让它的圆点在它这个尖尖部分啊。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旋绕工具，让它绕着这个 Z 轴的方向啊。好，我们点下这个旋绕工具，它会旋绕一圈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使用副本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12朵花瓣的这个花。我们做一个8个花瓣了吧，所以这边我们要选择7。为什么是7呢？是因为有一个花瓣哈，它跟之前那个原始花瓣是重合了，不行的话你调一下这个角度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要看320度吧，你看这样的话正好是8个花瓣全部露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调一下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哈，把 X 往这边挪一点，让它分开一点。好，你对这个花比较满意的时候呢，你点一下空白的地方，这个外形就固定住了。好，我们的顶视图像这样拉一圈，把中间的这些部分全部选中，然后我们切换到正视图，打开衰减编辑，把这个东西往下拉，按着 G 啊，然后它会出现一个圆圈，你滑动滚轮可以扩大这个衰减的这个范围，我们把这个花朵让它向上张开的一个样子啊。好，这个花朵的大概形状已经有了，我们给它加一个那个实体化修改器，让它有一个厚度。我们把这个实体化的这个修改器拉到这个表面细分的上面吧，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这个边缘看得更加圆滑一点。Blender 修改器的这个起作用的顺序是从上到下，所以你把这个实体化放在第一个呢，它就先给它加厚，然后再在你这个加厚的基础上呢，给它做表面细分，所以说你才能看到你的边缘变平滑嘛。这个逻辑顺序大家一定要清楚啊。好，我们选中这个花朵，然后我们右键让它这个圆点呢在它这个几何中心，然后再 Alt-G 恢复到这个世界中心游标的地方啊。这个圆点不在这个底部哈，我先 Tab 一下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 A 全选，把这个花往上移一点，然后它这个圆点正好在它的这个花的底部，这样方便我们等会儿后面做动画什么之类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圆柱体做花蕊，然后把细分改小点，改到12吧。
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再把它缩小。大家养成这个习惯，尽量在编辑模式下去做这种缩小啊、旋转这样的操作。然后我们把这边 Ctrl+R 切分2道，然后把这个往上挪一点，然后把这上面这个拉小，然后 E 挤出再缩小，就是做出来一个小的圆凸起。大家注意哈，就是你做这种建模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开到这个透视模式，否则的话你对面的点就是没选中嘛。下面也是一样哈，让它做成一个小的圆凸起。做好之后呢 ，Tab 退出，然后 Ctrl+2 给它加一个表面细分修改器，这边好像不够好 ，E 再挤出一下 ，OK， 给稍微调一下形状。好，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花就已经做好了。我们右键给它平滑着色一下，然后给它起个名字，新建一个新的集合叫 Flowers，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。花杆我们先暂时不做，我们后面再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第4个模型，就是一个空心的树干。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圆柱体，然后把这个细分改到10。我们把这个深度改得高一点，然后把它稍微改得细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它旋转放平，我们 RX 把它旋转90度。我们撤回的话 Ctrl+Z 撤回。我们在 Tab 进入编辑模式下，然后 RX 90啊，所以你看我都是尽量在编辑模式下去做这种旋转和缩放。好，我们3切换到面模式啊，然后选择这个面，然后选择这个面，然后 I 向内挤压，挤出一个小的一个面，然后我们 X 把这个面给删掉。好，现在就是一个空心的杆子，我们把中间这2个环给连在一起吧，不然这样不好看。我们 Alt 选中这条边，然后 Shift， 然后 Alt 双击把这一圈边给选中。接下来呢，我们 Ctrl+E 桥接循环边，然后它不就连接起来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 Ctrl+R 在这边切2刀，然后 SY 把它往两边拉一下，让它不要靠近太中间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我们按照 Alt 双击其中的一圈线，选中之后呢，然后 Ctrl+B 拉一个倒角出来，我要拉出3根线出来啊，3个圈。这个条线也是啊，双击之后，然后 Ctrl+B 拉出了一个倒角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切换到面模式，选择这4个面，然后 I 向内挤压，挤出一个小的田字格出来。然后我们用这个 Loop Tool 把它变成一个圆环，然后1切换到正视图，然后按 E 就 ABCDE 啊，挤压挤出来个小的支架出来，然后 S 把它缩小。好，关于这边的4个面呢，也是一样的操作。I 先挤压出一个小的田字格，然后把它变成个圆环，然后也挤压出一个小支架出来。这个位置有点太高了，不好看。我们选择这下面4个面，稍微往下走一点，然后 I 挤压出个田字格，然后再把它挤压成一个小圆环，然后正视图 ES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有一个2个小支架的这样一个空心树杆做好了。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表面细分的修改器，但是它比较光滑，但是不好看，对不对？这边好像缺个倒角，我们给它卡根线吧。然后我们切换到线模式哈，然后选 Alt 双击选择这一圈，然后 Shift 选择这个圈，然后再把这2个也选中，然后 Ctrl+B 拉出一个倒角。你可以滑动滚轮控制这个细分哈。好，做完如果不满意的话，在第1次机会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在这边去调这个细分的值。加了倒角之后，你会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圆滑的一个倒角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 Ctrl+R 在这边卡一条线，在这边也卡一条线，让它稍微不要那么平滑。好，做了差不多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表面细分修改器应用一下。现在的细分是1啊，我故意让它是1的，就是不让它细分太多。因为接下来我要做苔藓，就是细分太多，你选面不太好选。然后我们选中切换到面模式哈，选中这些面。你还可以有一种快捷键哈，就是你选中一个面之后，然后你 Ctrl 加号，就是小键盘加号，可以加选啊。比如说，你看我就加选了一圈，对吧？好，这边有些面是选多了哈，我们可以按照 Shift 把这些选多的部分给去掉。好，选中之后呢，你可以 Shift D 把刚才选中的这个部分复制一份出来。Shift D 是复制并移动哈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右键你就撤销移动了，然后你按照 P 分离选中项，你看没有？你就把它分离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一块做苔藓。好，我们添加一个实体化修改器，给它增加一个厚度。然后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表面细分，让它稍微圆滑一点，细分为2啊。好，我们 Alt+Z 切换到这个透视模式，然后1切换到点模式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拉这些点了，就是把它拉得稍微平滑一点，自然一点。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衰减，然后拉看看啊，好像效果不太好，还是把它关掉吧。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哈，你没有发现？你手动拉的时候经常会拉飘，就是你这个点拉的就不是贴合这个圆柱面嘛，因为你是手动拉的嘛。你看这边都已经被我们手动拉空心了，这有什么办法吗？我们先 Ctrl+Z 撤销啊。我们这边新讲一个新的修改器，叫缩果修改器。好，我们添加一个缩果修改器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小吸管，对不对？
你是给这个苔藓加搜狗修改器，那吸到什么地方呢？你就用小吸管吸一下这个圆柱，你看没有，它就包裹在上面了。好，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奇怪哈，我们可以把前面的这个表面细分和这个实体化先关掉，然后把这个摞到最上面，然后你再把这两个打开看看啊，这个看起来就正常了一点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地方还是有2个点，我们拉的太多了，我们要把它调整一下。我们稍微移动一下这些点的位置，让它稍微自然一点，不要让有这种空心。虽然是搜狗修改器，但是你拉的太厉害的话，它也是会沉下去的。好，这个苔藓做好之后呢，我们选择这下面这个圆柱哈，给它再添加个细分，因为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光滑嘛，就添加个1的细分吧。然后我们右键平滑着色，然后这个苔藓也右键平滑着色。好，这个模型我们就做好了。我在这边再细讲一下，就是这个搜狗修改器怎么用哈。我在这边 Shift A 新建一个平面，然后搜狗修改器你要搜狗在上面，你的细分必须够，所以说我们先 Tab， 然后把它尽量多细分一些，就细分10次吧。好，这样细分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平面稍微靠近一下我们想要吸附的这个圆柱体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平面，给它加一个搜狗修改器，然后你呢再用小吸管吸这个，你看它就吸上去了。所以搜狗修改器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用法，但是它的那个使用场景还是挺丰富的。你可以想象到在很多模型上这个就很方便。选这个模型就是想让大家学这个搜狗修改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今天的第5个模型，也是最后一个模型，一个龟背竹的叶子。它是一种新的造型的方法。好，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给它新建个 collection， 把咱们做好这个模型放在这个里面。大家要养成这个就及时命名和整理你这个场景栏的这个习惯啊，让你的这个场景更加干净一点啊，把它隐藏。好，我们中间跳了个模型啊，下节课我们做阵列和曲线的时候再做树叶。我们在这里先做龟背竹。虽然本节课叫建模马拉松，但是我也不想在一堂课塞太多重复的内容，让大家太累。好，我们切换到7顶视图，然后 Shift A 新建一个参考图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在描述里面找到咱们需要的附件啊。有什么问题或者疑问，大家都可以弹幕或评论告诉我。我自己其实非常看重大家的弹幕和评论的。好，先选中这个图片，然后在这个图片属性里面勾选这个不透明度，把它稍微改的低一点，然后把这个放到前面。好，我们新建一个集合吧，把这些参考图啊都放在这个集合里面，然后改个名字龟背竹，就用拼音吧，因为英文我也不知道叫啥。我把这个图像摞进去，然后我们到这个小漏斗里面把这个小三角打开，然后这个是可选哈，我们把这个图像可选给关掉，这样的话小了你到时候乱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新建一个平面，选这个龟背竹的案例呢，是想给大家演示一种方法，就是你做这种非常非常不规则的这种模型，你可以用什么途径，或者说你用什么思路可以去做出来。好，我们 Tab 进入到编辑模式，我们把这个平面给它拉长，我们 Ctrl+R 切一刀，然后把它拉到这个豁口的地方。然后在这边 Ctrl+R 再切一刀，拉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这边再切一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2号线模式选中这条边，然后 S 把它缩放，跟这个宽度，然后 E 挤出，然后把它拉开，然后再 E 再挤出一下，再挤出一个面出来，就是这样哈。其实思路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你选中一条面，然后像这样不停的挤出一个大概的形状，就好能够覆盖咱们这个龟背竹。它看起来是个笨方法，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而且很好使用的一个方法，而且我觉得它并不慢哈。好，我在这边稍微加快一点哈，就是你就是不停的选择一条边，然后挤出。其实你可以切换到点模式，其实这样会更快一点，就是你更好控制一点。比如说选择这个点，然后把它挪到这个位置，大概的有个意思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这个地方怎么办呢？这边有个豁口，我们可以按照 K， 然后在这边切一刀，在这边切一刀，正好切一条线出来。然后怎么退出呢？你可以按下空格键或者按一下那个回车键，都可以退出切刀工具。好，这样退出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还是连着的，你可以按下 V 断开。好，它就断开了，然后再把这个点挪到自己想要的位置。然后后面呢，就是跟刚才一样，就是你不停的选择一条边，然后挤出，然后控制这些点的这个位置哈。你还可以像这边可以连续2条边同时挤出。OK， 这边还留一个小豁口，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先挤出来一条边，比如先选中这2个点，然后 E 挤出来一条，挤出一条边，对不对？一个面，然后把这2个点 M 合并，末选点，对吧？这就合并住了，这样子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选一个案例是多么用心良苦，可以一个案例把你的切刀啊、断开啊，还有合并这些东西全部都给连上。好，还有3个度怎么打呢？我们先选中这个面哈，3模式下，然后 I 挤出一个内边面，然后1切换到点模式，然后把它拉到这个洞大小的这个四方形，然后这边这个洞也是一样的啊。我把这几个点挪开，然后呢选中这个面，然后 I 挤出，然后再把这几个点挪到这个洞旁边。OK， 这边其实有些边其实是多余的哈，我看看能不能把它省略一点，就是你尽量用最小的面去达到一个形状就可以了。
好，我选择这几个点，因为这个点是个基点，就是多条边相连的嘛。然后我们 X 融并顶点，看看，哎，这个不对啊，撤销这个多边面了啊。好 ，Ctrl Z。好，我们单独选择一条边吧，就是说2选择这条边，然后 X 融并边。好，这样就好很多了吧？然后我们把这些边给不必要的边给撤销掉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 Ctrl2 加一个细分为2的这个表面细分修改器。好 ，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把这两个面给删掉。好，我们切换到点模式，把这个稍微挪一下哈，然后选择这个面 I 挤出，然后再移动一下这个点。好，咱们这个龟背图就已经做好了，我们给它加一个实体化修改器，然后加一个厚度啊。好 ，Tab 退出编辑模式，在这边加一个实体化修改器，然后把它这个偏音量稍微改高一点。我们把这个拉下来，把这个表面细分拉下来，你看它就是一个有厚度的这个树叶了。好，我们右键平滑着色，好，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给它做个杆儿吧。从哪里拉出杆呢？应该是从这个口，你看从这个口拉出两个面出来，但现在它是一个平面嘛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实体化修改器先运用一下。好，我们 Tab 退出编辑模式，然后选择应用这个实体化修改器。好，这个时候就有两个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把它挤出。我们先 Tab 退出哈，我们 Shift D 复制一个在这边备份，然后 Tab 进出去，然后我们面模式3选择这个面跟这个面，然后 E 挤出。好，挤出来你会发现有个豁口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 Alt Z 透视模式，然后把这个点往外面拉一下，这个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稍微调一下这个口的位置哈，让它不要那么尖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 A 全选，然后 RX 90把它转到正视图的正面，然后 G Z 把它拉到上面啊。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最下面一个点上 S Z 0就把它拉平了，这是刚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的。好，我们选择最下面这个面哈，然后 E 挤出，再挤把它拉长一点啊，让下面这个把稍微粗一点，然后在这边卡一刀。好，咱们这个模型呢就做好了，我们把它往上拉哈，尽量让它的底部靠近这个原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 Alt Z 退出这个透视模式，我们给它添加一个简易形变修改器，让它有一个弯度。好，你看马上就形变对不对？我们选择这个弯曲，然后它现在默认是绕着 X 弯，你可以绕着 Y 弯，或者说绕着 Z 去折叠。大家在做简易形变修改器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你弯的这个方向跟我的不一样的话，你检查一下这个地方你是不是都是0。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的心得吧，就是你做这个简易形变修改器的时候，你要弯曲的时候呢，你要最好是，其实也不是必须啊，最好是保证你这个物体是垂直于 XY 这个面的。好，我们选择这个修改器，然后 Shift D 复制一个哈，我们让它在这个X 方向，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弯曲。上面这个呢，我们就让它绕着这个 Y 方向这样有个斜的弯曲哈。你可以调整这两个，让它有不同的方向弯。你还可以把它绕 Z 方向上，那 Z 方向上它就是有一个像这样翘起来的一个动作，对吧？像这样子。啊，我们可以用两个修改器来控制它一个Z 方向的弯度和一个 X 方向弯度吧。我们把这个 Z 放在它前面，放在上面。好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控制它这个往哪个地方打卷儿，对吧？然后你可以让它绕着这个 X 方向去弯。好，咱们这个龟背竹的这个就做好了，我们可以Shift D 多复制几个，然后让它组成一个3个的一个小树丛。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去摆了，你可以缩放它大小呀，你可以控制它打卷的这个方向啊，它弯的这个弧度呀，让它看起来更加自然一点。好，我选这个案例主要就想让大家学一下这个拓扑建模的方法，然后复习一下前面的切刀啊、合并啊、断开啊这些工具，然后还学一下这个，再深度学习一下这个简易形变修改器。今天的建模马拉松虽然是建模，但是每一个模型的选择都是为了带出来一个新的知识点，同时又能把前面3节课的内容给串起来。我觉得这种带着具体的案例、具体的问题去讲一个知识点，比你单纯去讲某个操作要更容易接受一点。我们后面的内容也会依照这样的方式去进行。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吧。Cut tips.